听说宁二姑娘昨日在宁安宫门口救了个叫郑宝的小太监。哦，是公主救的。是吗？我是帮了一点，唉，路遇弱小，随手解救，举手之劳，不足先生挂齿。我以为经过几桩事情之后，你我之间还算得上是信任。郑宝虽是宫中一个不起眼的小太监，但御书房的王心义倒对他亲言有加，最近也生了提拔之意。宁二姑娘这善心一发，倒是巧得很。想不到先生对于宫中之事知晓了这么多，御书房中的事也瞒不过您的法眼。常在宫中行走，自然知道多些。那你呢？你是知道了郑宝与王心义的关系，有意要救他是吗？什么王心义、王就义的，我不过才入宫没几天，哪里晓得？是吗？连生丝的事情都知道，还有什么是宁二姑娘所不知的呢？我都已经解释过了，那是巧合。玄宁初到宫中，无依无靠，先生一意要我入宫，公主又对我百般照顾，我是出尽了风头，必招人眼红。若是没个照应，只怕他日连怎么死的都不知道。所以我才想着，若是能救下个小太监，也许将来有用。我心思是不纯，可此事一无关燕家安危，二不为我对先生的承诺，先生却只知疑心我，这也算信任吗？你心里委屈？明明是先生自己说的，在您面前我不必装。如今我说了真话，你不会又生气了吧？罢了，宫里的事情本就是瞬息万变，你有心经营也不是坏事。但我有必要提醒你一句，你若卷入纷争之中，恐怕会危及自身。我既受燕陵之托，又得令尊之请，所以提点你几分。你年纪尚小，小心行事，切莫行差踏错。说的好像你多大似的。你说什么？我的意思是，那郑宝真的那么厉害，将来会被那什么王心义提拔吗？他再厉害也没你厉害。行了，把课上学的曲子再弹一遍给我听听。真要上课啊？怎么不愿上课？行啊，那就耗在这里，等落月了再回去。先生，要不还是算了吧，您何苦折磨我，也折磨您自己呢？莫多话，继续谈。他到底什么毛病，非要找我茬不可？是闲的没事做了吗？早些回家去不好吗？此曲通篇相应，讲究的是每一句的句末都要一散一暗。你弹的时候弦按得太紧了，需要再放松一些。
有什么问题吗？那你为何不起来？是学生莽撞，还好秦没事。知道就好。哎，哪里来的小猫啊？好生可爱。先生，你快看！先生，你看！谁给你的胆子？我叫你过来是学琴，不是玩乐。你若明天还弹不好，就别再来上课了。滚回去！还说什么彼此信任，想翻脸就翻脸，喜怒无常。本还想问问他玉如意的事，现在，哼。江二姑娘，见过江二姑娘。昨日多谢姑娘出言相救。你怎知是我救的你？昨日可是公主殿下出言保的你。正宝自幼便入宫了，该明白的事自然是明白的。这宫中多是些明哲保身之人，就算是昔日好友，也无一人敢出言相救。唯有姑娘。分明素不相识，却敢在那种时候为我开口。正宝，谢姑娘大恩。但你可知道，我出言救你，目的并不单纯。失望吗？失望倒也谈不上，只是有些困惑。所以你今日来找我，是为了报恩？本是打算如此。那现在呢？您救了我，若是不说，的确目的不纯；可既宣之于口，目的便很纯粹。这倒也是，毕竟是想施恩于你，让你为我所用嘛。您很坦荡。那是你没见过我虚伪的时候。啊，姑娘，您说什么？我知道你是一个老实的好人，若有一腔忠心，也该交付给值得的人才是。我呢，在这宫中只待半年，老老实实，也不干什么坏事害人，只是怕有一日处境不好，孤立无援，所以想提前找个人照应，万一遇着什么事，也不至于措手不及。您是我的恩人，若却非想要害人，正宝又有何事不能相帮呢？我这样也算得上是你的恩人。有些事，当是论迹不论心。若是论心，这世上焉有好人？有的。谁啊？我后有机会带你见见。多谢许老板的账本，方莹看后学到许多。姑娘请坐。不过，其中好像有2处误笔，账目差了些许。哦。
我重新算了一下，标在一旁了，您看一下。哦，对，就这儿。您看一下。是不是错了？也未必有错，可能是我学的不精，是我算错也不一定。确实我笔误了，姑娘学账不过短短10日，已学有所成啊。没有，方言愚钝是您教的用心。哦，对了，许老板，如今私家已翻数倍，我想请您替我将丝全卖了。哦，自然是会给您佣金的。姑娘先前帮了我和蚕农们的大忙，这佣金啊就别提了。不过现在丝价涨势大好，现在就要全部出手吗？我看了您这几年的账目，丝价涨落总有尽时，眼下行情几乎已到顶峰了，我不想贪多不得。许老板为何这样看我？没什么，只是觉得这行商一刀，姑娘选对了。哎呀，你看看嘛，姚姐姐，给我们看看嘛。姚姐姐，你就说嘛，这信上到底写了什么？你怎么脸都红了？哎呀，烦人！你们净来闹我。哟，这不是江姑娘吗？来的可真巧啊，正赶上姚姐姐的好事呢。发生何事了？哎，也没什么，只是娘亲传了信给我，说父亲主动跑去张家提了亲。哎呀，我不说了，父亲办事也真是奇怪，哪有我们女儿家主动的？不是，你怎么又瞧上那张哲了？定了亲再退，人家还不知道怎么非议我呢。不过我想过了，他出身不好也无妨，家有寡母也无妨，反正我什么都有，也不劳他多费心。江姑娘不也说过吗？张大人乃是人中龙凤，没什么不好的。阿西，我看啊，此等上好姻缘，你应当感谢江姑娘才是。雪宁，往日我对你多有误会，若非你直言，我许是已入迷途。多谢你，你果真是个好人。姚姑娘不必如此，姻缘天成，本就与我无关。江二姑娘真是心善，自己的姻缘还没着落呢，倒有功夫想着别人。哎，最近怎么没瞧见燕世子来找你啊？该不会你的美梦落空了吧？有怨。先生，怎么样？宫中人手折损过半，余下的皆不敢妄动。到底怎么一回事？是那宫仪先生，他假借了您的名义，调动了宫中许多人手，将那玉如意避开层层查验，送入了内务府中。只因宫中之人皆是单线相连，待小人发现之时，已是晚了。果然是他。昨日黄公公查验了内务府的账册，虽说没能发现我们的实证，但却发现了先生入宫教课的时间有所不妥。小人唯恐先生遭致算计，只好冒险在御书房外提醒。没事，你做得很好。只是如今宫中风声紧，这御书房恐怕是待不下去了。你找个机会调去别处吧。是。出身高门，却肯委身寒门。雪中送炭，从不落井下石。既不势利，且还重诺。张哲，你眼中的瑶溪，怎么看都是极好的姑娘吧？你会答应这门亲事吗？哎呀，怎么又是你啊？你怎么又跑出来啦？还敢在谢少氏门前胡闹，你不要命啦？看来你也和我一样，明知不可为，却管不住自己的心。玉如意之事，你们不必再插手，也
不用再冒险过来找我了。玉如意，这也与他有关？可是，如今定国公已经有所察觉，若是没有我等相助，先生在宫中无妨，我自有办法。当初将你们从金陵救出来，不是为了让你们送死的。从今往后，你再不必为旁人效力，只做这深宫里面一名小太监便是。是啊，还有一事，小人从宫仪城所派之人口中得知，他们做那玉如意之事，是为了嫁祸燕家，有不臣之心。明白了，回去吧，小心被人瞧见了。是。给我一个不杀你的理由。玄宁只是路过，并非故意，也不想打听先生的秘密。只是方才那人说，玉如意是冲着燕家来的。此事不是你该过问的。燕陵的事就是学生的事。先生若不告诉我，我就只好将今夜所见所闻全部告知旁人。宁儿。你是觉得我心太软，太好说话是吗？自你入宫之时，我就警告过你，不要惹我生气。你自恃聪慧，便觉得无你不能，管了一桩周迎之的事，就以为自己可以插手朝堂之争。你自以为很关心燕家，但你根本不知道，你的所作所为，会给燕陵带来多少灾祸。毫无规矩，顽劣成性，还不知悔改。少师大人所言极是。那您呢？方才那人说的什么宫仪城，和您又是什么关系？玉如意之事又有多少与您有关？给燕家招祸的究竟是我，还是你？啊！位居一朝少师竟然怕猫，当真是稀罕。想来这也是高高在上的少师大人又一桩秘密吧。我不过一只小小的蝼蚁，却屡次能让您害怕。原来完人也有所畏，原来圣人也有所惧。完人确有所畏，圣人却有所惧。然而谢某既不是完人，更不是圣人。江雪宁，你凭着自己有点小聪明，从不肯掩饰锋芒。可你该记着，如果一个人不愿触碰某样东西，未必全是畏惧，也有可能是痛恨、憎恶之极。